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刚买回来的新车开出去那真是倍儿有面，车身锃亮锃亮的，阳光一照都能当镜子用。尤其是黑色、红色、蓝色那种深色车，漆面光得发黑，整台车像刚从车展下来似的。路边的行人、隔壁车道的司机，不管认不认识你，都会多看两眼，甚至你自己每天上车前都会忍不住绕着车转一圈，拍2张照片，发个朋友圈，配个文，新车提回家，开启人生新里程。可是时间一晃，2年3年过去了，你再看你的车，咋感觉变了味儿呢？颜色还是那个颜色，但就是不再那么精神了。尤其下雨过后或者洗完车以后，漆面反而显得更脏，光泽也没以前那么强，甚至开始泛灰泛黄，细看还有点糙的感觉。有些人这时候还不以为然，以为是车太久没洗了。直到某天开在路上，路边停了一辆同款新车，你这台一对比，瞬间高低立见，一个像少年，一个像大叔。于是你开始怀疑车是不是出啥毛病了，是不是以前洗车洗错了，还是太阳晒坏了，又或者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车漆氧化？没错，你猜对了，其实你车现在这种状态多半就是原厂漆开始氧化了。这不是你一个人遇到的问题，而是所有车、所有品牌、所有价位的车都躲不过的一道车主观。区别只在于谁老得快，谁老得慢而已。那到底原漆几年开始氧化，它是怎么氧化的，又能不能阻止这个过程？我们今天就来把这件事说清楚、说透，说到你连梦里都能给朋友科普2句。要知道，汽车出厂时的漆是非常讲究的，一般是3层结构，最底下是电泳层，它主要起防锈作用，中间是色漆，也就是你看到的红的、黑的、白的这些颜色，最上面是清漆层，是透明的保护涂层，负责抵御阳光、雨水、风沙，还有日常的小刮小蹭。车漆能不能持久好看，关键就看这层清漆撑不撑得住。清漆一旦老化、氧化，下面的色漆就会直接暴露在外面，到时候你就不只是看着暗了，而是真正开始掉色、掉漆了。正常情况下，原厂漆的使用寿命理论上是可以撑到10年以上的，但那是在理想环境下，比如每天停在室内车库，不暴晒、不淋雨、不开出去吃土，也没有鸟屎、酸雨、树胶这些恶意攻击的前提下。可我们现实中的用车环境哪有那么优雅？绝大多数人的车都是停在露天，楼下随便一找空位就扎进去，尤其是小区老旧一点的，车位紧张，能停进来就不错了，还讲什么朝向、阴凉、远离树下？别开玩笑了，能停住车都谢天谢地。于是你的车每天就是这么过日子的，白天日晒，晚上落露，春天吃柳絮，夏天晒鸟屎，秋天刮落叶，冬天吃盐霜。空气里弥漫的尘土、尾气颗粒、酸性物质，都是肉眼看不见的敌人。太阳一晒，车漆表面温度上升到50-60度都不夸张。这时候如果刚好有雨水落下，那些酸性的水滴在高温下一蒸，漆面立马就受影响了。时间久了，清漆层就开始变薄，失去光泽，甚至出现细微裂纹。再继续下去，就是氧化和老化的过程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没怎么保养过车漆，那在第3年左右开始氧化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尤其是黑色车和红色车，吸热最厉害，老化也最快。你去路上随便看一眼5年以上的红色车，有的已经红得发粉，完全不是当初那个颜色了。白车表面看起来不明显，但细看你会发现泛黄、发灰的地方越来越多，还特别容易留水印，看起来像没洗干净一样。而这个过程是悄无声息的，你不会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车变旧了，而是某一天你偶然看照片才发现，我这车原来也曾这么亮过啊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车都会这么快就变脸，那些保养勤快的车主，车漆状态普遍要好很多。有些人从提车开始就定期洗车，每月打蜡，甚至一开始就去镀膜镀晶，停地库从不暴晒，这样用下来5-6年车漆都还是闪闪发亮的，走在路上跟新车差不多。你问他怎么做到的，他也没什么秘诀，就是上心，跟照顾皮肤一个道理。你天天擦防晒，勤洗脸，定期护理，那肯定比什么都不管的人状态好太多。但问题也来了，很多人对车漆保养是有误解的。比如有些人以为洗车越勤越好，结果3天2头洗一次，还是那种用毛刷子的自动洗车机，洗的频率是够了，但每次都在刮漆。还有人随便买瓶洗洁精在家自己洗，觉得这样经济实惠，实际上洗洁精碱性太强，用久了直接把漆面保护层洗掉。还有些人图省事，洗完车不擦干，车身上全是水珠，水珠蒸发后留下的矿物质沉淀会形成水痕，一圈一圈的，看着比没洗还脏，而且特别容易吸灰，进一步加速局部氧化。那怎么判断自己车漆有没有开始氧化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和摸，
阳光下观察车身，如果你发现车表面没有当初那种亮亮的反光感，看起来雾蒙蒙的，说明清漆已经开始变弱。再就是用手摸，正常的漆面是滑溜溜的，如果摸上去感觉有点涩、有点黏，甚至沙沙的手感，那很可能就是灰尘和氧化层堆积太久没清理了。还有一个信号是打蜡无效，以前打完蜡能撑1-2个月，现在2-3天就没效果了，那说明车漆本身已经不怎么吃蜡了。那一旦氧化了，能不能恢复？这要看程度。轻度氧化还好，通过专业抛光可以把表面氧化层清除掉，再打上一层优质的封体蜡，车子立马焕然一新，看起来跟新的一样。但中度到重度氧化，可能就要考虑做镀晶或者更高端的镀膜项目，重新建立保护层。这类操作虽然价格略高，但如果你打算再开3-5年也值得。最怕的是那种完全忽略漆面保养的车，等到漆面出现大面积泛白、掉皮、斑点，那就不是氧化的问题了，而是漆面本身已经结构破坏，只能喷漆或者贴膜改色了。说实话，重喷漆这事儿能不做就不做。第一是价格不便宜，第二是喷完以后就不是原厂漆了。二手车卖的时候也会被看出来，影响估价。很多行家第一眼就看喷漆，能看出车有没有事故，保不保值。贴膜虽然能遮丑，但时间一久，膜也老化，要么褪色，要么粘胶，还得重新撕掉清理，麻烦得很。所以如果你问我汽车原漆几年后会氧化，我会告诉你，大多数车在3到5年之间一定会开始变旧，但怎么旧，旧得多快，完全看你怎么养它。你用心，它就回报你；你不管，它自然衰老。养车这事儿，说到底其实是养自己的一种态度。有的人车脏了也不洗，灰都能种花了还无所谓，那也无妨，他可能就是不在意这些。但如果你是那种希望车永远看起来有面儿、有精神、像样的，那还是得从日常开始做起。定期洗车不是为了干净一天，而是为了延缓老化。打蜡不是多此一举，而是车漆的保湿霜。镀膜镀晶不是噱头，而是对抗岁月的一种武器。说到这，很多人就会问，那贴车衣是不是个终极解决方案？能不能彻底防住氧化？说实话，贴车衣确实是目前保护车漆最直接、最有效，也是最贵的一种方法了。就像你刚买了一部手机，贴个钢化膜是为了防刮，而贴个车衣，相当于是给整辆车穿了一层防护服，把原厂车漆整个包裹起来，让它尽可能少接触阳光、水、灰尘、酸雨这些伤害源。车衣的原理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一层透明或磨砂的膜覆盖在车漆上，这层膜本身具有抗紫外线、防腐蚀、防轻微划痕的能力。你生活中常见的车衣分2种，一种是 PVC 材质的，价格便宜但寿命短，容易发黄；另一种是 TPU 材质的，价格贵但性能好，透明度高，还能自我修复小划痕。大多数高端车主选择贴的就是 TPU 隐形车衣。你贴了车衣后，太阳再晒，鸟屎再掉，塑胶再粘，它们接触到的只是车衣表面，不是原厂漆。一旦脏了，擦一擦就行了，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担心漆被腐蚀或者留下不可逆的伤痕。而且很多车衣还能防止日常蹭车时留下划痕，那些轻微剐蹭，有时候连衣服都能挡下来，特别适合日常代步城市通勤的车主。但你要说贴了车衣就能一劳永逸，那也未必，车衣也不是万能的，它最多就是一个延缓氧化的手段，能把原厂漆的寿命延长几年，让你5年后车漆状态还不错。但如果你不保养它，它也会老化。尤其是便宜的车衣，用个2-3年就开始发黄发雾，白车贴上以后最明显，一片片泛黄，看着跟旧塑料窗户似的，尴尬得很。而且贴车衣不是贴上就完事，它也要定期保养，不能暴力洗车，不能随便拿钢丝球擦，天气太冷太热都可能影响它的寿命。再有就是一旦时间到了，它也得撕掉更换，而这个撕的过程如果不是找正规店做，处理不好，还可能把漆带下来，反而得不偿失。最关键的是，贴车衣价格不便宜， TPU 材质的全车车衣少则8-9千，多的上万甚至更高。很多人一听就退缩了，我这10几万的车贴个膜都够再买台小电车了。所以这东西不是所有人都适合，主要看你的预算、车的使用场景以及你对外观保持的执念有多强。有些车主就是喜欢每天开车出去都像新车一样，那贴车衣确实是最有效的方式。但有些人觉得车就是个工具，脏了洗洗就行，不在乎那点光泽的损耗，那也完全没必要搞这事。毕竟打蜡、镀膜也能起到保护作用，虽然效果没车衣那么持久，但胜在便宜、灵活、可选范围多。所以
贴不贴车衣不是必须题，而是选择题。你要是真在意车漆状态，又愿意花点钱，那贴上确实能让你省很多心。但你要是追求性价比，那定期洗车加打蜡加偶尔镀个晶，也完全能对付大部分氧化问题。最后说一句实话，不要指望车永远不变旧，车就像人，时间到了它自然会变，但你可以决定是让它优雅的老去，还是邋遢的退场。这中间的差距，也许就取决于你每个月愿不愿多花1小时洗个车，或者愿不愿多花几百块做个保养。你怎么对它，它就怎么回馈你。简单却真实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欢迎点赞关注不迷路，咱们下期见。